失落什么呢？反正魏婴从来都没有回头看过他。魏无羡轻轻喘了口气，额头上都有着细密的汗珠。他扶着自己的肚子，缓缓地靠着伏魔洞的门坐了下来。怎么跑2步都这么累？蓝忘机在门外，一双浅色的眼睛里满满都是失落。他站在门外，一身白衣站在乱葬岗，显得十分的格格不入。他喊道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却还是没有开口回应他。蓝忘机有些不死心，又喊了一声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紧紧闭着眼睛，用自己的袖子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水，轻轻地喘了口气。蓝忘机应该是看出来了魏婴实在是不想看见他，连理自己都不愿意理，想必是十分厌烦自己的。你进来可安好？魏无羡抿了抿唇，终于回了蓝忘机一句：“我没事，多谢韩光君挂念。”他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门口就没了声响，想必是已经离开了。魏无羡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小声地说道：“听见没有？你父亲问你好不好呢？”肚子里的小崽子好像是听到了一样，轻轻地踢了一下魏无羡的肚子。魏无羡感应到了，立马就笑了。然后肚子里的小崽子应该是发现自己的爹爹笑了，又踢了一下。魏无羡的眉眼尽是温柔，不由得笑出了声。爹爹也很开心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走了，事实上蓝忘机并没有走，因为他看见温情来了。温情看见蓝忘机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和意外，道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忘机看着温情手里还拿一碗黑乎乎的药，不由得问道：“这是？”温情看了看自己手里面的药，又看了看伏魔洞紧紧关着的门，再加上魏无羡的身份特殊，怀有身孕的事情，还是不宜往外面说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就是给魏无羡调养身子的，想必韩光君知道。”蓝忘机看了看那碗药，平淡地说道：“有劳了。”温情点了点头，看了看外面天色已晚，问道：“韩光君还是给离开吧，这乱葬岗的怨气重得很。”蓝忘机垂着眼眸，纤长的睫毛轻轻地颤了颤，道：“魏婴他最近身体可好？”温情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。”听到温情这样说，蓝忘机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是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枚玉佩，道：“有了，温姑娘，把这个玉佩给魏婴。”温情有些疑惑，却还是把玉佩接了过来，道：“好，韩光君放心吧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离去。温情敲了敲伏魔洞的门，喊了一声：“魏无羡，你该喝安胎药了。”魏无羡听到温情的声音了，然后起身就把门打开了，动作有些艰难，还得要小心地护着自己的肚子。温情，不喝可不可以呀？我都喝了好几个月的安胎药了。温情应道：“可以呀，不喝也行，肚子里孩子出什么意外是你自己的事。”魏无羡轻轻地撇了撇嘴，哪怕心里再不愿意，他也得喝。看着那一碗黑乎乎的安胎药，魏无羡属于有些抗拒。温情道：“快喝，不然一会凉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一会再喝。”温情抱着胳膊道：“喝不喝？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又没说不喝呀。”还没等他把药喝了，忽然温情又掏出一枚玉佩来。魏无羡道：“谁的玉佩呀？”温情丢给魏无羡，说：“韩光君让我给你的。”魏无羡刚喝了一口酒安胎药，一听这话，立马就被药呛了一下，“给我的。”温情点了点头。魏无羡把那玉佩接了过来，仔细端详着那玉佩，忽然发现玉佩上还有字“战”，果真是蓝湛的玉佩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把那一枚玉佩紧紧地攥在了手心，握得手心发白。魏婴！魏无羡一惊，手里的药没有拿稳，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，洒了一地。他随即抬头一看，就看见了那一抹白色的身影。蓝忘机就在不远处看着魏无羡，浅色的眼睛里满是惊讶和不可置信。这也是魏无羡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清了蓝忘机眼里的情绪，那么的明显，这让魏无羡有些心慌，反条件的就想跑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又想跑，直接快步过去拉住了魏无羡，喊了一声：“魏婴，你！”魏无羡整个人都颤抖得厉害，心里又慌，眼里满满都是惊慌失措，看得蓝忘机心里一疼。“你回来做什么？”魏无羡语气都发颤，心里想着要怎么办，蓝忘机肯定是看见了。蓝忘机不敢动魏无羡，他实在是没有想到魏婴居然抿了抿唇，还是问了出来：“魏婴，孩子是谁的？”
魏无羡冷眼看了一眼蓝忘机，压住自己心里的慌乱，咬着牙说了句：“反正不是你的。”刹那间，蓝忘机的脸色苍白如雪。蓝忘机脸色苍白如纸，动了动唇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心里一阵一阵的疼，就好像被人捅了一个血窟窿一样。魏无羡看见蓝忘机这个样子，也发现自己说的话太重了，他紧紧皱着眉，薄嘴唇咬得发白，额头上尽是冷汗，就是不肯说一句软话。温情也发现了事情不太对，看着魏无羡的眼神都不对劲了，看着两个人僵持的样子，温情还是开口说道：“韩光君，请随我来。”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发现魏无羡并没有看他，纤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难过，心里又是忍不住一阵阵难受。等他和温情走远的时候，身后传来的关门声在这寂静的地方显得格外的大声，可以看得出来关门的那个人的气氛。温情看着蓝忘机，叹了口气，还是开口道：“魏无羡是一个坤泽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但是还是希望韩光君别把魏无羡有孕的事说出去。”蓝忘机指尖都在颤抖，一个不敢相信的想法慢慢的在他脑海中浮现。温姑娘，敢问魏婴是何时有孕的？温情仔细想了想，道：“我给他检查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快3个月了。”蓝忘机瞬间就呆在了原地，快3个月了，那岂不是……想到这里，蓝忘机眼眶都有些发红。这个孩子是他的。温情想起魏无羡整个孕期都没有见他的前缘，不由得开口道：“不知道他的前缘去哪里了？马上临近生产了，要是没有前缘的信箱护着的话，坤泽生产还是有危险的。”蓝忘机一听生产有危险，整个人都轻轻的一颤，脸色虽然恢复了一些血色，但是看起来还是有些发白。温情看了看蓝忘机，道：“韩光君，我去再给魏无羡熬一碗安胎药，刚刚那碗不小心倒了，就先麻烦你照顾一下他了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他还是心里有些害怕。蓝忘机是真的没有想到魏婴居然会给他怀了一个孩子，想到以后这个孩子身上有着他们2个人的血脉，蓝忘机那一双清淡的眼睛里不由得带了一丝温柔的光。魏无羡在伏魔洞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他真的是没有想到蓝忘机居然会半路返回来，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。越想心里越烦躁，偏偏他还不能生气，不然的话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。这时伏魔洞的门开了，魏无羡听到动静抬起头一看，发现居然是蓝忘机。魏无羡冷冷地看了一眼蓝忘机，道：“出去。”蓝忘机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魏婴。”